都說廣東人嘴刁，吃東西追求鮮字當頭，青菜要帶露珠的，海鮮要生猛有水的，白切雞的骨髓最好還帶點血色的。食材從農場到廚房再到餐桌，更是恨不得争分夺秒。可就是這麼一群對鮮執拗到骨子裡的老饕，家裡的櫥櫃裡卻永遠躺着一个黑乎乎的椭圓形鐵皮罐頭——豆豉鯪魚。在廣東，爸媽唯一允許進入家門的預制菜就只能是豆豉鯪魚罐頭。廣東人可以不吃老乾媽，但一定不會拒絕豆豉鯪魚。可這罐又鹹又油、保質期長達3年的罐頭魚，憑什麼成了廣東人雙標的唯一例外呢？這一切啊，還要從100多年前的珠江邊說起。當時珠三角大批老百姓漂洋過海的下南洋謀生，長途跋涉吃飯呢就成了大問題。家鄉的鯪魚煎熟，配上陽江的豆豉，用豆油封在瓦罐裡，有鹽有油，風味十足，能長時間保存。這就是豆豉鯪魚最早的雛形。1893年，廣州人幹了一件大事，中國第一家罐頭廠廣茂鄉罐頭廠在廣州成立，第一罐工業化生產的豆豉鯪魚罐頭就此誕生。掐指一算，這罐頭的年紀比可口可樂還大，已經130多歲了。1911年，英金錢商標在香港註冊，那個展翅的雄鷹和天圓地方的銅錢圖案一貼就是100多年。你可能會問，一罐預制的東西憑什麼能讓講究鮮的廣東人服氣？答案就是真材實料。先說魚，鯪魚是珠三角的原住民，水溫常年保持在7攝氏度以上的河道是他們的快樂老家。這種魚多刺，肉不算多，但油炸之後骨刺酥軟，魚肉緊實。英金錢選魚只挑3到4兩的青年魚，肉質緊而不柴。再說豆豉，陽江本地的黑豆氨基酸含量比別處的更高，做成豆豉後甜味更濃，風味更足。陽江豆豉要經過20多道工序，發酵40多天才能出廠。最後說工藝，新鮮鯪魚捕撈上來，清理、鹽、醃、保鮮。豆豉同樣保鮮備用。一條清洗乾淨的鯪魚要在幾噸的壓力下壓制脫水，以保持肉質的鮮美和緊實。再對脫水後的鯪魚進行油炸，此時硬骨錚錚的鯪魚已從外酥到骨，然後被放入鋪滿豆豉的罐頭中。關鍵的大殺器是用豆油封層，既可以增強口感和風味，又可以達到罐頭重要的保鮮目的。整個過程不添加任何防腐劑。2024年3月，國家6部門聯合發文明確了預制菜的範圍，罐頭直接被劃出了預制菜範疇。所以嚴格來說，豆豉鯪魚罐頭根本不算預制菜。不得不說，豆豉鯪魚在廣東人家裡的地位堪比東北人的酸菜、四川人的泡菜。它不是一個將就的選擇，而是一個講究的選擇。沒空買菜開一罐，沒靈感做菜開一罐，颱風天出不了門必須開一罐。最經典的吃法是豆豉鯪魚油麥菜，油麥菜下鍋快炒，撕碎的鯪魚肉和豆豉往裡一倒，薄鹽掉鮮。油麥菜的清苦和豆豉鯪魚的鹹香簡直是天作之合。還有豆豉鯪魚炒苦瓜、炒豆角、炒空心菜。有人甚至說，廣東的省菜就是豆豉鯪魚炒一切，一罐罐頭在手，廣東阿媽能給你變出一桌子菜。如今130多年過去了，豆豉鯪魚罐頭不僅沒被淘汰，反而越活越年輕。英金錢這個中華老字號，如今不僅守着經典配方，還玩起了新花樣，推出了低鹽版迎合健康潮流，做了山姆專供版的金獎豆豉鯪魚，甚至開發了俄羅斯鱈魚罐頭等新品。甘竹罐頭也沒閒着，在直播間教年輕人用罐頭做煲仔飯。有企業把豆豉鯪魚罐頭出口到了歐洲和美國。2025年，順德一家水產企業22噸豆豉鯪魚罐頭發往馬來西亞。這罐100年罐頭不僅沒被時代拋下，反而從廣東人的廚房走向了全世界的餐桌。所以矛盾嗎？廣東人追求的鮮，從來不是現殺現做的形式主義，鮮是一種味道，食材本真的味道，不靠重油重鹽和添加劑掩蓋的味道。豆豉鯪魚罐頭用新鮮鯪魚、陽江豆豉、精煉豆油，經過高溫高壓殺菌，鎖住的是魚的鮮、豆豉的香、油的潤。打開一罐，那股撲鼻的豉香、魚香和100多年前下南洋的祖先聞到的一模一樣。有人說，豆豉鯪魚罐頭是廣東人飲食哲學的最好注解，守得住傳統，容得下變化，認的是品質，不是形式。一罐豆豉鯪魚從19世紀的瓦罐出發，穿越130多年的時光，走進了21世紀廣東人的廚房和全世界的超市貨架。它不是預制菜，它是罐頭之神。廣東人用一罐罐頭告訴所有人，我們對鮮的追求從來沒有變過，變的只是你對鮮的理解。